这些年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一种共同的感受：明明一天都没有停下来，真正完成的事情却并不多。手机里的信息不断刷新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人的注意力也被切成了很多碎片。刚准备认真做一件事，一个消息出现，思绪就被带走。刚进入一点状态，新的声音又出现了。于是很多人的生活看起来很忙，里面却始终缺少一种沉进去的力量。这种疲惫并不只是工作累，更像是一种长期无法聚焦的消耗。耶稣曾对马大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”这句话放在今天依然非常真实。现代人的问题，很多时候并不是事情太少，而是同时装进心里的东西太多。想着工作，想着未来，想着关系，也想着别人怎么看自己。于是注意力不断被分散，人里面也越来越难安静。可耶稣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方向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真正有力量的生命，往往不是同时抓住很多，而是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：“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这里面其实有一种非常清晰的生活节奏。今天就先认真活今天。很多人的疲惫并不是因为今天太重，而是今天里面还装着昨天的遗憾、明天的担心，以及很多尚未发生的想象。人的心长期这样运转，就很容易失去专注。于是看书时想着别的事，休息时停不下思绪，甚至与人说话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挂着别的问题。久而久之，人就会慢慢失去一种完整的活在当下的能力。而真正的专注，其实是一种很深的安静，不是把自己紧逼，也不是拼命提高效率，而是心终于能够停留在眼前。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说：“你们的眼睛若单一，全身就明亮。”单一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很珍贵的能力，因为现在的世界总希望人不断的切换，同时做很多事，同时接收很多声音，同时回应很多信息。可生命真正产生力量的时候，往往来自聚焦。像阳光散开时只是温暖，聚焦之后却能够穿透。人的注意力也是一样，当心开始收回来，很多东西会忽然变得清楚。原本混杂的思绪开始安静，原本散乱的节奏开始有次序，原本浮在表面的生活也开始出现深度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：“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”这里的住很有分量，它不是短暂经过，也不是偶尔停留，而是一种稳定、持续的连接。很多人的问题不是太懒，而是太散，精力被各种事情拉走，里面始终没有真正停靠的地方。于是越忙越空，越忙越乱。可当人重新学会停留，生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。做事情时，不再只是匆忙完成，而是能够真正进入其中。人与人交流时，也不再一边听一边想着别的事。
注意力一旦完整，人会重新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扎实感。在马可福音里，耶稣和门徒渡海的时候，海上忽然起了大风浪，门徒非常慌乱，可耶稣却在船尾安睡。后来他起来对风和海说：“安静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很多时候人里面也是这样，外面的声音太多，里面的念头也太多。真正消耗人的常常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心始终停不下来。所以安静并不只是情绪上的放松，它更像一种重新回到中心的状态。当里面开始安静，注意力才会重新回来。以前总想同时处理很多事情，现在开始意识到一次只用专心做好一件事。以前不断被外面的节奏推动，现在开始能够分辨什么最值得投入。这种改变会让人的生命出现一种新的深度。耶稣说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很少人一天忙到很晚，却很少问自己真正重要的到底是什么。于是时间慢慢被琐碎填满，生命也开始越来越浅。真正稳定的人会慢慢学会留白，给自己安静的时间，给生命呼吸的空间。不是为了逃开世界，而是让里面重新恢复清明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说，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剪它，使它结果子更多。修剪并不是减少价值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为了让生命更集中。树木枝叶太杂，养分就会被分散。人的生活如果长期充满无意义的消耗，心也会越来越疲惫。所以有时候人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继续增加什么，而是开始减少。当生命开始变简单，很多东西反而会重新变得有力量。工作的时候更容易进入状态，休息的时候也能够真正放松。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会变得更真实流畅。当生命开始有了次序，知道什么该放前面，知道什么不需要一直抓着，也知道什么值得长久投入，于是心里的空间会重新打开，那些长期被切碎的时间也会慢慢重新完整起来。注意力开始回来了，思绪开始清楚了，生活也重新有了节奏感。那些过去总让人分心的东西，慢慢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，而在你的里面会开始重新出现一种安静却坚定的力量。时间是真实流动的，生活是能够沉进去的，而自己的心也终于有地方可以安静停留。